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被隐瞒的火星登陆。在1957年呢，一颗小金属球呢在夜空中闪烁着。那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升空了，那就标志着人类的太空时代的开始。而美国呢，于1958年成立了 NASA。NASA 当时自称是一个专注于科学和探索的民间机构，但事实呢并非如此。因为 NASA 有一项任务呢，比苏联人先完成了登月任务。他们的计划呢是分3个阶段来实现的，也就是水星计划、双子星计划和阿波罗计划。那水星计划呢，就是证明美国人可以在太空中生存；双子星计划呢，是表明他们可以在太空船外工作；然后是阿波罗计划呢，是指让人类呢登陆月球。最后阿波罗计划成功了，所以阿姆斯特朗呢于1969年踏上了月球的土壤，这就是阿波罗11号计划。那随后呢，阿波罗计划12号、13号、14号、15、16、17号呢，也都取得了成功，登月呢也都成为了常规任务。然后突然之间呢，在1973年，阿波罗计划被叫停，因3项任务呢被关闭，以预算削减为理由呢，至少呢我们被告知是这样的。但还有另一种理由认为呢，其实阿波罗18、19、20号任务并没有被取消，他们是秘密进行的，而且呢更成功。有镜头居然可以证明这一点，但这不是 NASA 登月，而是登陆火星的镜头。那苏联呢，在1957年发射了人造卫星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太空领域战胜美国，但不是最后一次。两国呢都向太空计划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因此呢，对美国的公众来说呢，太空竞赛呢是为了技术优势，登月呢成为了最终的奖励。但是在这场公开竞争的背后呢，还发生了其他的事情。也就是美国和苏联呢正在紧密的合作，他们的目标呢居然不是月球，而是在火星上建立人类的第一个殖民地，他们称之为红太阳计划。该项目的灵感是来自于早期的1959年提出的地平线计划。那地平线计划呢是一项在月球上建立核武军事基地的计划，月球上的基地呢将使得美国拥有对整个地球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而苏联呢将毫无防御之力。但随着核武库的不断扩大呢，双方都意识到如果核战争发生将毁灭人类，因此他们制定了备用计划，就是如果核战争或者是自然灾害威胁到地球呢，人类将继续在火星上生存。那前往火星呢，当时其实并不容易月球距离地球呢是239000英里是需要3天的旅程。那火星呢则不同，它与地球的距离呢是介于3400万到2.5亿英里之间。由于这2颗星球呢都是绕太阳公转，所以才导致呢时近时远。那当时美国呢拥有土星5号，这是唯一一款足够强大的火箭，可以完成这次旅程。而苏联呢拥有更好的安全系统和生命维持系统，专门呢是为长期的太空旅行而设计的。所以单程前往火星呢是需要6个月的时间，双方呢单独做都做不到。但是携手合作的话呢，登陆火星是触手可及的。所以3月23日呢，世界上最强大的火箭居然从亚马逊的丛林的深处一个秘密基地呢发射升空。他们为什么要从亚马逊的丛林深处发射呢？因为据传说北约和其他的国家当时都跟踪美国的每一次发射，但是从南半球的巴西发射火箭呢，他们就不是那么容易注意到，因为是在他们的背面。所以火箭呢当时携带着人类最先进的航天器星际空间的飞行器哥伦布，他的机组人员呢，包括当时的美国人尼尔·阿姆斯特朗以及巴萨尔·格林，还有苏联的宇航员弗拉基米尔。在1973年的2月呢，一艘经过改装的土星5号呢，承担了第一次火星载人计划。当时3名宇航员呢被送往了火星，奥尔德林呢将是第一次载人火星任务的指挥官。那这次任务呢被命名为 WPX-4。在1973年的8月呢，当时3名宇航员呢抵达了火星。从地球到火星的轨道呢，共飞行了158天。而奥尔德林呢与阿姆斯特朗呢，在火星的表面成功登陆。他说在那里呢，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基地，采取了火星土壤和沙子的样本。而机组人员呢，记录下了他们所看到的一切。在他们的日志中呢，胶卷以及视频的记录中呢，都直接进入了美国宇航员的机密档案。那么这么伟大的成就，为什么要对人类隐瞒呢？因为当机组人员们当时登陆火星的时候，他们很快意识到人类其实并不孤单。那红太阳计划到底是什么呢？它是指在1960年到1980年发生的分类军事项目，意思是合作殖民火星，由美国和苏联在国际合作的背景下于上世纪70年代实施的。
当时呢正值是冷战中期嘛，项目是在1960年创立的，并于1970年首次实现首飞任务。前3次任务的控制中心呢都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可可海滩，发射地点呢是位于南美洲巴西的一个偏远的亚马逊雨林。而这个项目最后发展成为13次的秘密太空任务，目的呢就是在这个红色的星球火星上建立永久的基地。那为什么要突然去火星呢？这就是因为在阿波罗15号任务期间呢，美国发现了不同寻常的信号呢，居然是来自于火星。那是在1971年的8月了，美国的宇航员阿尔弗雷德呢，在登陆月球土壤上进行舱外活动的时候呢，反复的接收到了一串神秘而又精确的难以理解的单词，总共20个。而这些单词呢，是用未知的语言，而且奇怪的是，不是从地球源发出来的。这些单词是由人的声音说出来的，音调呢从低到高，有时候尖锐，有时候嘶哑。当时被任务人员记录下来，最后在广播中被屏蔽，以防止其他人听到嘛。那这20个单词中有8个居然是已知的，所以据我们所知呢，没有人能够解释得了这8个单词到底是什么。而2011年呢，意大利的记者卢卡伯洛呢举行新闻发布会呢，他就突然宣布地球上的这个红太阳计划是真实存在的。他有项目的目击证人和证词，他还阅读过一些工作人员的电子邮件。在他的声明的最后呢，他说是一张让房间鸦雀无声的照片，那是巴茨在火星上行走的模糊的图像。但一提到火星呢，巴茨就兴奋不已。当时这个巴茨就说到，他说他们发现了火星上是有一颗卫星的，它像是一块巨石，它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一个结构，很像是一个土豆形状的一个物体，以每7个小时绕火星1圈的速度在运行着。当时他说我们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想问是谁把它们放在那里的，仿佛是有一个文明把这个东西放在那里的。也许呢，奥尔德林只是看到了巨石的图像，但是其他的宇航员也类似的渐渐暗示了类似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吉恩瑟登呢，他说他是最后一个踏上月球的人，他也谈到了重返火星。在一次电视访谈的节目中呢，吉恩突然说到你知道当我们从火星返回月球的时候，我们是在执行一个秘密军事太空计划的，该计划的名称为红太阳计划，于上世纪80年代实施的。目的呢，就是在红色的星球火星上建立一个稳固的基地。然后他展示了一些照片，而宇航员在锈色的地图上收集样本的照片，还有就是有一辆火星车停在那里。一张照片显示的这个宇航员正在检查陨石坑中的人造物体，他们身后呢屹立着一座金字塔，让人们就想起了古代南美的那种建筑。但是 NASA 否认了这一切，从未正面回答过。否认呢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呢他们提供的这些照片都比较模糊嘛。那随着红太阳计划的传开呢，更多的告密者也出现了，网上出现了1973年火星任务的证据，以及真实的视频片段，还有一些新闻稿和一些模糊的橙色照片。镜头呢都是以 NASA 的徽标以及现内部使用的警告来开头的，出现的标题呢上面都写着欢迎来到 ISV 哥伦布号，日期呢是1973年。下一个镜头呢就通过这个航天器的窗口可以看到地球，然后是宇航员登机牌和快速镜头，上面呢记录了他们远离地球和月球飘离去火星的旅程的第10天。在1分7秒的时候呢，镜头显示他们已经离地球更远了。那在第100天的时候呢，更多的机组人员在镜头里出现。除了早期的景色和简短的这个内部镜头之外呢，我们还看到了很多不同寻常的东西。在1分46秒的时候我们居然看到他们呢已经接近火星了。宇航员居然从镜头前走过，一道红色模糊的十字痕迹呢划过画面。哥伦布之旅呢一共持续了158天。苏联的生命支持系统和防辐射罩呢，以及实验技术呢，让机组人员都活了下来。受到崛起任务的启发呢，机组人员记录了他们看到的一切。多年之后呢，他们的记录居然被遭泄露了。在泄露的视频中呢，看着周围的一切的火山的地形呢，填满了窗户。然后相机突然之间捕捉到了这个哥伦布的外部下面是火星上的水手谷。当我们向峡谷加速的时候呢，图像突然之间聚焦于火星表面的一些细节，令人惊叹。然后就是维多利亚陨石坑的惊人景色。但仔细看视频里面，仿佛火星的地面上有什么东西在移动，它看起来像是在地表之下升起来的。里面的人就说呢，我们知道他们是什么，难道这些是地下的火星人吗？那视频到此就结束了。而美国的宇航局呢，继续否认红太阳的计划。当然影片呢可能是造假的，照片也可能是假的。
但是美国宇航局他们也会造假伪造照片呀，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该相信谁呀。然后就是重磅炸弹的一位新的证人站了出来，他说他不仅是红太阳计划的一部分，他还说该计划仍然在运行。他说那一年他去过火星，他还带来了视频证明了这一点。那秘密呢不会永远的埋藏的吧，尤其是像隐藏火星任务这样重大的事情。所以红太阳计划几十年之后，所谓的登陆火星内部的人士呢都开始谈论这件事情了。包括退休的 NASA 员工杰基呢，他也打电话给那个 Coast to Coast 广播节目啊。杰基就描述了说，他在1979年观看来自于火星的着陆器发射信号的时候呢，摄像机居然捕捉到了2名身穿防护服的男子走向了着陆器，但他们越过了地平线，走向了后面的探测器。当时杰基看到之后呢，视线突然之间就被切断了。他说我也没看到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可能呢在修理东西。就是火星上已经有人类的一些人员在那里了，他们在修东西，他看到了，你知道吗？而且杰基还说旁边还有另外的6名同事跟他在一起，当时看了这个画面的。所以 NASA 在意识到错误之后立刻切断了信号。杰基说红太阳计划并不是在寻找火星上的生命，有可能他们是在掩盖已经在那里的生命的痕迹，因为他知道人类最终还是会登陆火星的嘛。到时候呢发现火星上有外星的遗迹，那该怎么解释呢？所以他们是提前上去在掩盖这些东西。而退休的奈特声称呢，他也乘坐过 ISV 哥伦布号和墨尔本号。他说呢，阿波罗19号、20号其实一直在继续秘密的执行任务，他们的任务呢是从月球和火星呢取回外星技术。而奈特描述他们发现外星工具、宇宙飞船、碎片，甚至还有一具保存完好的外星尸体。那根据奈特的说法呢 ，NASA 和国防部呢是通过红太阳计划发射了几次载人火星任务的，其中最近的呢是2011年发射。那一段视频呢和杰基与奈特的证词呢居然完全吻合。在成功进行了3次火星任务发射之后呢，美国宇航局还曾经计划呢将使用另一个名为土星8号的火箭，类似于更大的宇航飞机嘛，因为它更实用啊。而发射的地点和地面指挥中心呢，居然被移到了内华达的51区。但最后呢，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这个项目最终被终止了。最后一次美苏载人登陆火星的任务呢，是终止在1979年。从1970年到1979年呢，美苏联合载人登陆火星任务呢，共进行了13次，为美国真正的星球大战计划、太阳守卫者计划都奠定了基础。同时呢，也让我们知道美苏冷战呢，可能就是个幌子。在某些方面呢，尤其是涉及秘密太空计划和地球人类的未来呢，美国与前苏联呢背地里有可能是紧密合作的关系。同时呢，还有一个叫加里的一个苏格兰的计算机工程师他说他在2002年呢骇入了五角大楼的 NASA 的一个系统。他说他当时扫描了他们的网络发现了密码较弱的几个计算机呢，于是呢他就进去搜寻了一下 UFO 的证据。他说他发现了一个文件呢标有陆地军官的电子表格。然后他打开之后就发现里面居然记录的全都是海军的舰艇列表，但是里面都是一些外星星舰的名称，这就让人很怀疑了嘛？难道 NASA 早已经知道有外星人，而且还知道他们的星舰的名称叫什么了吗？而物理学家约翰·勃兰登博士呢，他有一个理论，即是一个古老的火星文明被外星物种的核攻击曾经摧毁了。他认为 NASA 其实隐瞒了这场古老的冲突的证据，他的理论呢是有科学依据的。而且 NASA 呢坚决否认了这些故事，很多的告密者呢都被贴上了心怀不满或者是不值得信任的标签。官方质疑他们的资历，质疑他们的动机，并且呢看着媒体嘲笑他们，这是一种官方常见的策略。但如果说这些说法都是幻想的话，那为什么要监视或者是恐吓这些告密者呢？而且这些告密者还报告说被黑衣人跟踪呢。而且有些人不久之后他们就会遭遇到致命的车祸或者是心脏病发作而身亡呢？难道这些案例都是巧合吗？每当有一个告密者被晋升的时候就会有另外一位带着更多细节的人出现，而黑衣人呢，不可能将他们全部压制的嘛。那如果红太阳计划是真实的，它就是人类最伟大的一项成就呀，所以它的信息就不应该被埋藏呀，它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类的呀，我们人类必须知道这些真相。而随着 SpaceX 公司呢向火星开始慢慢进军他们将比政府机构受到更少的公众监督嘛。如果伊隆马斯克登陆火星的话，他会告诉我们他们在火星的发现吗？
现在 SpaceX 准备登陆火星的同时呢 ，NASA 也可以慢慢的发布一些不重要的信息。这样呢，当这个 SpaceX 到达火星的时候就不会再有意外了。而马斯克认为呢，他将通过让人类登陆火星创造历史，但结果可能是他所做的只是为秘密太空计划呢创造完美的掩护，这可能是永无止境的一种隐瞒，也可能是一场大公开的揭露。所以大家觉得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呢，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